回到三人信箱的单元哦。我要去来回答大家的对大家跟我分享的故事。上一次我们谈到，暧昧的朋友该怎么处理？怎么样跟一个前任或者是现任，还有一个跟前任告白？对，那当然都是友情上的问题，很多友情跟爱情的问题，没有家庭。像期待看大家可不可以分享一些家庭的问题。可是家庭问题一样，你说育儿吗？育儿我们看它会太大，家庭有很多，你有可能你跟可能是对，你说跟长辈沟通也是一个学问，对啊，或者是你跟你另外一半结婚，家庭的话就是可能父母或小孩。好，来我们开始解问题。我想再多了解她为什么男朋友要从同居变成说出去，就可能工作安排，可能想要再多赚一点钱，他工作因素，他打2份。如果他整天听完，我觉得这个网友感觉比较像是想知道说，怎么样子可以跟她男朋友多一点的互动。我自己去跟雨辰是，我觉得我们那个方法，我觉得我去当兵的时候也算是远距离，我在里面又不能用手机，所以蛮像是我在军中就等透过可能上课啊，或是起床，或是睡觉的5分钟，赶快打给他们，然后跟他聊天。可是现在是那个人很累，他有点懒得讲电话的感觉，有点敷衍的感觉。如果是真的没有时间的话，你可以用写的去写交换日记，就可能每一周我写1周，然后再拿给你，你可以分享出你这一周的心得或想法。可是他如果真的很累的话，那稍微想一下说，因为如果真爱你，如果真的愿意花时间在另外一半身上的时候，其实中间还是会讲一下说我吃饭或怎样，还是会打开讯息一下。所以觉得他算没心？也不是说没心，有些人是有心，但是他把事业放在前面。你在说你？所以我会觉得有时候要抓一个平衡点，就是如果他这个年纪真的想要冲事业，那可能就真的对你会比较抱歉。我自己是觉得，如果你对现状很不满的话，你可以先问他说，他这样的现状会维持多久？他打算去那边工作几年吗？几个月吗？那这个情况会维持多久？那如果你觉得你很受不了，然后彼此中间很难沟通的话，那你要想一下怎么样做对你来说比较好。因为听起来是你一个人苦苦的等，然后明明就想要很努力维系2个人之间的感情的温度，可是每天就只有5分钟，然后听到他说好累，然后就睡着了，然后假日也得不到他的时间可以跟他好好聊天。那这样很可怜。对啊，现在是有点蛮孤单的，因为想要另一半的温暖，可是却得不到。可是他如果去因为工作，所以工作一定会为了赚钱嘛？他如果赚到这些钱是为了给你更好生活，那我觉得是好的。我觉得应该问一下说，他们说1-2个月会见面一次嘛？那你自己觉得这1-2个月见面的互动怎么样？他们怎么变化，或是变得比较不热情，或者还是一样跟以前一样棒？去考虑说他到底心态上有什么不同的转换，或是对你来说的感情有没有不一样？那如果有不一样的话，你可以想一下说，那这是不是你要的？因为每天这么冷漠的相处，我相信比较怕孤单的人，他很难承受每天这样长时间的冷漠，然后1个月才能见一次，这其实真的蛮少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要是我撑不住了，就分了。我觉得分，因为这个频率太低了啦。而且我觉得频率低就算了，是他明明可以播出个5分钟，我觉得5分钟都算少了，他也不愿意去好好跟你对话，
这我觉得就对我而言就我会打上一个问号，对这段感情打上一个问号。对，那我觉得我听完整部，他没有想到分手这件事情，所以我觉得他很棒啊。他想要我们跟他分享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加他男朋友，可以跟他多一点互动。我觉得先可以问他说，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方面可以改善一下，让整个关系变得更好一点？因为我自己心理上遇到的状况，可能是现在好孤独哦，已经无处可以宣泄。可是我跟你说的时候，好像你又没办法改善。他之后可以过几个月看他男朋友有没有改善。那如果一直都没有改善的话，我觉得他就要可能可以再试几个方法，因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试过啊。一定要先跟他说你的需求。对啊，你觉得你现在生活中缺少什么？他的陪伴，或是希望他多做一点什么东西。那你也可以问他说，他希望你改进什么东西，可能讯息不要传那么多之类的。这些都是调整的方法。你们要去了解说彼此现在需要什么，可以达到一个新的平衡。因为毕竟以前3年都是同居，那现在远距离是有非常非常巨大的变化，所以彼此都在找一个新的平衡。可是可以交往过4年，我觉得已经算非常稳定。可是他们前3年是同居，对啊，分开的那种相处感觉不一样。那稳定下来，原本是住在一起，可是那当然是稳定，可是分在2个地，也就是不一样。分在2个远距离的时候，那其实稳定是被打坏。他说深夜下班，就有没有办法讲太多。我自己是不相信一个人有办法忙到一整天只能抽5分钟给你，这是以一个伴侣来说是怎么样都说不过去。我是不会接受这件事情。而且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，就算是每天他只能5分钟，但就算休假的那一天，他至少可以拨个1-2个小时去陪你讲电话。对，你可以总结一下，分享一下这一周的心情。就他不会只会就那整天都给他朋友嘛，一定要分一点时间给你。就是我意思是说，如果他工作那么累，他应该也会想要找一个慰藉。要是我的话，我会想说，我赶快打给我男朋友说，看看到底怎么样。但是从通话态度就可以知道说他到底有没有想跟你分享什么。就算他一周播出1个小时去跟他聊天的话，可能这个人他分享很多这个礼拜发生的事情，那对方只是听听而已，但是他也不知道可以分享什么。那就是远距离会遇到非常大的挑战。所以我自己超不能接受是说因为累然后就凶另外一半这件事情。对，先说你的需求吧，然后2个人先试着找看看有没有新的平衡可以达到，再去做后面的调整。好，加油加油！但是他写很长，可是我好像没有给出一个，因为他很难的，他也希望说可以给他方法跟他男朋友增加互动，但我觉得好针对你的这样的描述好像没有给你方法，只有你跟你男朋友去做沟通，看他有没有想要这样去为你改善。那我觉得你是好的，是因为你有想到这个问题了。对，因为你如果再没有讲出来的话，我觉得只会越往不适合的方向去走。对，所以早点去跟他沟通是不是？没错，就是为了害怕分开，所以要赶快提前去把这些炸弹先拆掉。赶快看看说到底哪里出问题。OK， 加油喽！下一个。我们的做法就是我们有一个共同钱包，因为有些人就是情侣交往嘛，他们可能都不会就觉得说，这一餐我请，下一餐你请或怎样。但我自己也不是那么计较的人，但是我会觉得说，有时候当我今天如果一直请客，一直当那个请客的人，对方如果觉得说，就你下次吃饭就是你要出钱，给我这种感觉，我就会觉得说这段感情真的是会压力被宠坏了，这第4次来，那感觉不对。所以我就会在一开始我们就有设定共同钱包，就是我们就是很像储值的概念，你放多少钱进去，我放多少钱进去，那我只要出去就是用这个钱包去做花费。总之就是我们3个人是有一个共同的账户的，那这个账户就是开销我们3个人出去玩啊、吃东西、做任何事情可以花费。那每次钱不够的时候，就是3个人就是汇入一样的钱进去，对，所以大家都平分所有的开销。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，就是 AA 制的 Plus 版。不过现在很多其实异性恋的女生也在慢慢改变这个观念嘛，还是很多人觉得说男生就该出比较多。对啊，
可是好像我不知道你们觉不觉得说异性恋跟同性恋，我觉得女性在这方面会比较有差，会希望男生多付一点。那同志的话，可能就是比较有能力的那一个会付多一点。但我觉得这样子的东西都应该是要出于自愿，而不是预设说你就该付钱，因为你赚比较多。但是那明明就是你们两个一起做的一样开销，除非今天是那个比较有钱的人，他说我们去做某一件事情，可是那事情真的开销蛮大的，或是负担比较重，那他可以出多一点，不然就是不要去做这件事情。对，所以不可以把它当做理所当然，就是对方一定要付钱，不然就会像是你问的这个问题，最后面大家就会因为你财务的状况而分手。对，所以我自己是很怕说，如果我们都是一直在付钱，或是让别人来对我们付钱，如果我自己也都一直被请客，我不用付钱，我如果被宠坏了，我就觉得对方一定会付钱，那我觉得这段关系可能不健康。应该说拿人手软，然后女生也不喜欢说每次都是男生一直付钱，然后最后被嫌说他就是吃软饭或是公主怎么样，女生当然不喜欢这样被讲。所以当然理所当然就不该有这种心态，说男生就该付钱。所以这种东西很彼此，很互相。而且我觉得一起有个钱包，我觉得有一个好处是，当我们今天都在一起去吃饭，但可以用这个钱包。但在某一些时刻或是某一些节日，你可以跟他讲说，那我不用这个钱包，就是我请你吃饭。所以这集又更有感觉，又更有仪式感。这版比较浪漫一点，因为是偶尔突然出现的小惊喜，比较浪漫。可是我觉得我们不错的事情是，我们都是花钱，我们都不会如流水，在财务上我们都还蛮节省的吧，算是蛮节省的。该花没有该花的才花啊，就是不会买一些真的奢侈品或什么，就觉得太不符合这个价值。应该说我们的物质的欲望没有到太高，对，物质欲望没有很高，但是我们对我们想要的东西一定都会去都会去愿意花钱，对，因为都很愿意去投资跟花钱，就旅游啊或者吃饭，为了美食，其实我都还蛮感谢。对，就不知道这个人他是男性还是女性，然后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，可不管怎么样的性别或者性别取向，都是可以用这个方法。我觉得这很平衡，也很公平。但我觉得你刚才说到一个点是拿人手软真的会，但今天如果不是付钱那一个，如果你吵架或怎样，对方可能会把说这件事情拿出来，只会我付很多钱或是怎样，你会没有筹码去跟人家吵架，要经济独立是蛮重要的。就像之前不是讲到一个说，可能他跟他父母吵架要离开，我们就讨论类似这样的问题。对，就是你经济独立的话，就不怕你父母勒索你。那脾气。对啊，对。OK， 所以希望这个回答帮助到你。我觉得要，回答哪件事？我就说有必要改善回消息这件事，回讯息这件事情，因为原因很简单，是现在更新一代的人都是在网络上沟通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你要把它变成一个，把它看重这件事情，因为我发觉很多人不爱回讯息的时候，他会丧失掉很多相关的机会，就工作啦，你交友啦。甚至只是因为可能没有回个讯息，你就可能跟你老公吵架，或者跟你另外一半吵架都有可能。所以我是觉得说不用花大量的时间在回讯息，可是你一定要就是有优先秩序，把你觉得重要的讯息，你一定要优先去回。我觉得，你们觉得呢？我觉得还好。回讯这件事情完全是看个人，如果回讯息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很痛苦的话，那你完全没有必要去改。可是我觉得你能做的调整是，你可以把那些重要的人突然想到他们的时候，不是回讯息，而是打电话给他们，制造一个比较浓缩的时刻，去跟他们培养感情的，而不是只是建立在像你刚刚说的，很多人网络上的时间都是短短，然后是很浅薄的交流。可是如果你可以花个时间打个电话，那其实沟通上更有效率，然后会建立起来的友谊会比较深厚一点。那温度比较够。对，所以就制造一点点时间去跟别人交流，也是一个方法。如果你真的很讨厌回讯息的话，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对讯息都有自己一套
方法逻辑。对啊，因为你不想回就不想回，他就放在那边好几天也无所谓啊。那当然你必须要接受说，你不回讯息跟别人的交流就是会比较浅，因为你没有花时间给他们。有些人很注重一来一往的交流。对，再来是，那你要讲吗？你是回讯息蛮累的，就是都不回。没有，我觉得回讯息真的其次，因为上次我们一定有非常我自己啊，我有很多朋友是那种平常不联络，但是啊，只要到他生日或是我生日，他们就会约我吃饭，我们就是1年见个1-2次面，但是感情还是一样非常要。所以你不一定要去回讯息，或是因为其实可能平常生活中没什么事情可以跟他分享，也没差，或者是你可以累积起来，到那一次吃饭的时候再一起跟他分享。他们还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，所以不一定要回讯息。对我来说，那要不要在意这一段关系是，我觉得跟好朋友不要太有占有欲。每个人一定都会有交朋友的权利，你不可能限制说他不要去交其他朋友，你不可以限制他说他只有你这位好朋友，所以你这样子会让自己很痛苦。但是你可以把他当做你很好的朋友。他自己知道这件事情的，他说大家都有交朋友的权利，所以自己更不该去在乎。所以如果你很少回答讯息的话，那当然如果变得比较疏远，那也是你自己自作自受。所以就回到说要不要必要去改善回讯息的，所以看你就是有取舍。当你今天想要多做回讯息这件事情，可是自己觉得太痛苦，可是你可以获得更多深厚的友情，那看你觉得哪个比较重要。那不回讯息让你觉得比较自在，就是朋友变得比较少一点，或是交流的比较少。看你觉得哪一个对你来说是比较好。然后你刚刚说那个比较有占有欲很重要。他自己的很好的朋友跟没有玩得很开心，他有点吃醋吧。我自己好像对好朋友不太会吃醋，本来就不该吃醋啊。还是那种感觉，就是比如说他跟他其他朋友出去玩，那我会觉得他为什么没有约我？对，有可能。因为你没回讯息啊。没有，我觉得除了这个，有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回讯息，所以漏掉那一次邀约。对，有可能。但也有可能是有一些朋友真的不适合这种场合，或是有一些朋友只适合他的场合，比如说他可能比较想要跟你去咖啡厅看书、图书馆啊，但是他有可能是跟朋友去酒吧喝酒。就像我们讲的，这种朋友好像有很多种功能，有些人可以是在你心灵很受挫的时候跟你聊天，可是有些人你跟他出去玩，你就觉得好好玩。有些人是你跟他出去旅游，你觉得很棒。对，就是每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。我觉得回讯息有点像是提醒你这个人还存在的感觉。所以之所以他可能不找你出去玩，是因为你已经沉到很下面了，然后他忘记说你还有这个朋友存在。就像是现在让你讲10个朋友出来，你可能就手机一拿出前10个人在联络，那就这几个人，可是你沉到很下面，就比较容易被遗忘，这样合理吧？被遗忘，越讲好像不回讯息好像越惨。没有对啊，我自己也不是很喜欢回讯息。我觉得大家有自己的步调最重要，只要是你自己心里舒服，不舒服的话就是试图做一些改变，因为没有一个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做就可以达到完美境界的人。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，好像我不去做联络，然后不跟他有其他沟通，我就觉得说我想要马上获得那段感情。可是感情这种东西，不管是朋友、情人，都是需要培养。另外一个是，你觉得他是人人好的那一种类型，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当朋友，但其实这种人他心里自己是有爱的。有可能那些你跟他觉得说表面看起来很好的人，他心里没有把他当朋友啊，说不定你才是他心里真的很重要。就像做学也是，做学真的很多人生日很好，感情都很好，但他其实都只是表面，因为他们跟谁都可以聊得来，聊得很开心。可是这个人对他来说到底重不重要，其实就完全在他心里面。真正走入内心的人不多，你觉得？那个我没有表面。我是说，没有，那不是表面，也是每个人都是对他，是真的掏心掏肺。我真的跟每个人都掏心掏肺，但是真的是我自己知道说什么样的场合啊适合我这个朋友，我就看场合去邀约朋友来。那个好的程度不一样，然后朋友都有分类，哪些是走进心里，哪些是酒肉朋友，哪些是可以一起出去旅游、一起去露营，这都不同的功能。那就看你在这个人身上是什么样的定位。那你可以收集一些不同面向的朋友，像是那个人对你来说是走心里面的朋友，那你可以找一些比较玩乐性的朋友陪你一起出去玩，那些都可以。可以自己做一些分类了。
而且我觉得不是说他不能跟你聊天聊内心事，他就不是好朋友。我觉得每个朋友真的功能太多了。对啊，不要把它限缩在说，好像我只能跟这个人出去，然后跟他聊心事，我们就是超级好的朋友，这也不一定是这样，因为你有可能跟他去旅行之后，你才发觉说你根本跟他超不合。对，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啊，好朋友吵架都是这样子啊。那就是不适合旅游。对啊，就是不适合旅游朋友，可是你是可以谈内心，可以跟他去喝酒。对，很多时候都是这样。朋友要分类的，对，要分类，跟他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，然后才更了解到对方。但我觉得蛮有趣的是，他在问说有没有需要改回讯息这件事。其实我前阵子也想，就是想一想说，对啊，我不要改，我就是慢慢回去，有自己的步调比较舒服。可是当然这个取舍就是看你自己觉得你想要获得哪一个比较多，再去做改变。那希望今天回答到你们的疑问，有办法帮助到你。有吗？应该有吧，不知道吧？希望有啦。那谢谢大家看今天的单人信箱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！下次再见，快去留言。